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透过 AI 的这个示范来和大家了解到关于 AI 的强大之处。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近期呢最火红的 AI 聊天工具 ChatGPT 3，甚至是呢很多的这个媒体都会认为呢它可以取代掉谷歌的这个搜索器。就你没有听说，就是谷歌那么强大的搜索器呢，它是可以取代掉的，因为它的这个聊天工具呢实在是非常非常强大，它可以帮你就是写一篇正式的 email， 甚至是呢它可以解答你生活上的一些很多的这些问题，它也可以帮助你内容创作更快的可以上手，甚至还可以帮你写出一篇部落格的文章或者是影片的文章都可以做得到，还可以帮你解答一些数学难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AI 呢，这个聊天工具呢，它真的是让我们很多普通人看到原来 AI 是那么的强大的。 OK， 昨天的时候呢，我就有提问了这一个问题来给大家来解答。如果有一个 AI 可以帮你解答一切生活上的问题的话，你会想要问他问什么呢？ OK， 所以这边我就收集了一些问题，还蛮不错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如何变聪明。 OK， 看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可以去到这个 chat.openai.com 这边，你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软件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良心商家，之后会不会收费我就不知道，但是呢它也有收费的那个机制的。 OK，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解答。他讲变聪明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试试以下的建议。 OK， 他讲广泛的阅读可以增加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培养思维能力，然后多学习新事物就可以去探索新的东西。 OK make sense。 然后第三个，多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思考自己学到的东西，然后努力工作。 OK， 提升能力。虽然他的这个回答很浅，但是呢你其实呢是可以让他去深入的去解释每一点他给你的那个建议的。 OK， 你可以直接问他说请你更具体的和我解释第一点，这样他就会跟你更加具体的解释他的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第一点要怎样去做。 OK， 他就开始讲阅读巴拉巴拉巴拉历史科学。所以这边呢不只是他会给你解答一些建议而且他的这个文字的语言的组织呢是非常流畅的，你不会觉得他很像是一个电脑在说话，很像会说错很多字这样子。他的文字呢是直接呢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上，甚至是我现在去跟着他的文字念了，你都会觉得是一个正常人在讲话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棒。好像当他讲了这个解答之后，你还可以问他 OK，你可以推荐10本关于财富的书籍给我吗？ OK， 然后他就会给你推荐10本书。你甚至呢还可以要求这 ChatGPT AI 呢去帮你就是 summarize 一本书，也就是呢去怎样说呢，去说书啊。 OK 基本上我就不用说书了，我就让这个 AI 帮我说书，然后我做影片就可以了，对吧OK， 我就直接可以说你帮我写出富爸爸穷爸爸的10个重点，他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边直接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OK， 的5大重点和原因。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软件是在美国那边开发的嘛，所以呢它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源呢都是在美国那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英文的这个作者，英文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文献。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会来自于英文的。那这边我刚刚叫他去 summarize 这一个富爸爸穷爸爸的5个重点，他就真的跟我 summarize 了。以投资为导向，投资是增长财富最有效的方式。 OK， 我们应该专注长期投资，而且要多元化投资组合，避免风险，敢于承担风险。 OK， 他讲在适当的情况下应该要敢于承担风险，他主张你要基础上，但是呢他不会讲到很深入。你可以让他去举更多的例子。 OK， 你可以让他去举第一点怎样去执行，但是呢它的这个内容呢可能不是书里面讲出来的，可能是 AI 自己本身去讲的那个内容来的。那这边给大家看你可以和我
分享第一点，要具体要怎样执行吗？ okay. 所以你看啊，他现在讲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是代表那个作者的一些观点来的，就是我有尝试过了，所以你看他在讲的时候 OK，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可以了解投资概念，进行投资前需要基本的投资概念，包括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通过阅读、参加培训课程、专业人士来了解这些知识，设定投资目标。那你看这个，其实它的步骤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甚至觉得我可以直接把它的内容拿来做成我这个 IG 的贴文，或者是很像 YouTube 的一些影片的那个建议。你看，就是它可以颠覆到很多人的这个工作。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是你是帮人家写文案的等等的，其实呢很多东西 AI 都可以帮你做了的，你不需要那么辛苦。如果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怎样去用这些 AI 的话，那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你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会比起那些会用 AI 的人呢更没有竞争力，因为他们会用 AI， 他可能可以提升很高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很像如果你发现到这个 ChatGPT 他讲到一半停止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写继续说，每一次回答它都会有一个字数的限定的，所以呢如果它停止的话，你可以就是请它继续说，这样呢它就会继续讲下面的那个重点 OK， 它就会一直到讲完为止。如果它还是讲不完的话，你就一直写继续说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它例子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指令说请说多点 OK， 它就会更多的那个内容就会跟你分享。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就直接可以用这一点嘛，第一点怎样做，然后我再去问他第二点怎样做，然后再问他第三点怎样做，第四点怎样做这样我的那个说书影片就做好了，这个罗伯特清崎的说书影片就做好。但是呢它内容其实没有特别的深入，但是这一点是要特别的给大家注意，但是它的步骤还是蛮清晰，是可以执行的 OK。好，那我们来问一些很像不一样的问题吧。我们问看这个，我看到有一个人他问那个数学题 OK， 我们看一下如果问数学题的话，我先开新的一个吧，他会给我什么样的这个解答。哇，他的解答是很快的，哇，我都不懂这个数学题到底在问什么，所以就让这个电脑来做。所以他到底是他是写对了还是写错，其实我也不知道比如假设 A 点的横坐标为什么 A， 然后点 B 的这个横坐标为 B，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公式。他到底在写什么？其实他在编程吗还是什么？其实不是很懂，所以不懂他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OK， 为什么他答那么久还没有得到那个答案？OK， 我们让他重新回答过来 OK， 重新回答他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有时候他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他的答案给的就是 k 等于 square root 2，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那先看一下这个留言者就是吴，如果你有看我影片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或者是其他数学的这个高手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他回答的正不正确OK， 那我们看一下有哪些问题是不错的哈。看一下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就必须创造价值才有意义嘛？如果问这种哲学性的问题，我看他会是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回答哈？因为这种都是非常的就是不会说它有一个很像固定的这个答案，所以他的解答是人的本质需要的生存，有一定的期限能自主的进行生活活动。生存是指活着必须要创造价值才有意义吗？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有价值的，不需要依赖任何外界的评价或是成就来体现价值，因此人活着的意义不一定是要追求创造价值。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人活着创造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造价值呢可以使人感到自己有用
对社会有贡献，这对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都是有好处的。此外呢，创造价值还可以使人感到很有成就感，增强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因此人活着创造价值是很有意义的，但不意味着人活着就必须创造价值。我觉得他的这个回答特别的好。OK，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再继续问他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怎么办？看他会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之处呢，就是他很擅长会给你建议的。就是他会跟你讲你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啊，所以你不要太过难过。这些是以下有几个建议是可以让你尝试改变的，所以这边他就开始会给你一些建议。OK， 你要去识别一下，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感到压力吗？工作压力、家庭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你要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先，这样才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然后他就在说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尝试发掘自己就是做自己一些感兴趣的事情 ，OK， 然后他又说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为自己设定一些明确的目标，然后实现它，这有助于你有那个成就感，感到生活很有意义，与其他人分享你的感受，这样呢，你可以得到这种不孤独的感觉。那同样的，很像这边停止了，你可以跟他说继续说。然后他又再开始说什么冥想这些，所以他给很多的建议，你只要随便去用一个建议呢，就可以就是帮助到你解决一些生活上的烦恼。他会给你灵感，他会给你一些方向，但是呢，如果你要让他仔细说的话，他的这个东西呢不会特别的深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解答都是还蛮具体的，还蛮有那一个方向感的。OK， 那如果我们要让他来写一篇那个邮件给老板怎么办呢？我想要请假，你可以写一封正式的邮件给我的老板吗？OK， 我们看他怎样写。OK， 下面是一封可以参考请假正式邮件的范本。尊敬的，抱歉，通报你，因为我请假原因需要请假。OK， 你看，他还给你那个填空的那个地方，让你可以直接套用他的那个模板。从即日起到即时，我会尽快安排工作交接，确保顺利进行。我也会保持联系，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帮助，随时可以联系我。再次表示感谢。哇，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它的那个格式已经帮你弄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实在是非常的强大。OK， 你看，希望这个邮件可以帮助你。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话，这样写please help me write， 请假叫做什么？请假叫做 email for taking leave。如果说我怀孕了 ，OK， 假设我怀孕了 ，because of pregnant，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email 是这样的。哇，他直接写 pregnancy leave。OK， 哇，他还跟你说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policy, I'm entitled to numbers of weeks of maternity leave, and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my leave begin on the start date and the end on the end date. So I do my best to ensure my work is properly handed over and all my duties are covered during my absence. I will be also to assist any way possibl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will be checking my email regularly to stay up to date on company matters.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during the exciting time in my life. I'm looking forward to return work 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my team. OK，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字呢，还蛮人性化的，不会就是很正式、很死板的。他会说关于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他会支持，然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我知道，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 AI 的那个强大。那如果我们问一个一些比较废的问题啊。OK， 我问一些比较废的问题。OK， 银行不是比较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问题，就有野心，我就喜欢。OK， 银行户口怎样凭空多出100万来花？
银行户口怎么凭空多出100万来花 ？OK， 银行 OK， 他讲你必须要透过合法的手段获得，例如工作收入、投资收益等、继承等。他讲有几个方法 ，OK，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OK， 增加收入 ，OK，make sense，OK， 要提升收入，要兼职来增加收入 ，OK， 做投资 ，OK， 也 make sense， 什么债券、股票、基金等等的。OK， 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的第3点，继承遗产。OK，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有遗留大量的遗产，我也要 OK， 这样你的银行就多出100万 OK， 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赢彩票也可以，或者是抽奖，你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100万 OK， 但是几率很小。总结来说呢，让你银行多出100万呢需要你一定的努力和运气 OK， 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那如果我们继续问他我们讲第4个好了 OK， 关于第4点，我要怎样提高中彩票的几率我看他讲提高中彩票的几率他还会告诫你说这一个是赌博行为，风险很大，可能会导致你负债困难或者是负债累累，所以建议你呢不要依赖买彩票来获取财富，应该透过合法的手段，比如工作或者投资增加你的收入。 OK， 继续说，那么建议如果你呢想买彩票，在你购买之前了解彩票的规则和奖项设置，这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同时呢，你也应该做好自我限制，不要把所有的金钱都投入在彩票当中，以避免造成财务上的困扰。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奖金，但是呢也是不稳定，概率也非常的小 OK， 都是不可靠的就跟你做一个总结对，他还是跟你讲要透过合法的手段 OK， 好，那么这边呢，我现在就来跟大家来分享怎样让他写出一篇非常有质量的那个文章 OK 比如说像成功人士的10个习惯 OK， 你可以这样来设置，你放一个标题，然后呢下面呢就写那一个你想要他做的事情，就是写一篇文章的大纲 OK， 这样呢他就会先写这一个10个习惯的那个文章大纲 OK， 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就可以根据每一个重点呢再次的去拆分出来、拆解出来，这样你的内容呢就会非常的扎实，而不是只是写一个点然后就结束了 OK。 所以呢这个 ChatGPT 呢它其实也是蛮有哲学的，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爱因斯坦他有讲过一个名言，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你先要学会问对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同样的运用在我们 AI 应用上面，你要得到好的答案，你就要学会问对的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呢会决定你答案的这个质量 OK。 所以现在我们再继续让他来去解答我的这个疑问哈 OK。 同样的用标题成功人士的10个习惯，然后呢让他来写一下文章的开头 OK， 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解释 OK，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透过培养一些习惯来实现。所以呢今天就会跟你分享10个成功人士常用的习惯，并且探索他们对成功的影响 OK。 我觉得有点短 OK， 那你可以让他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问题 OK。标题成功人士的习惯，写一篇长开头，文章的开头长一点我跟他讲你要长一点OK， 你看这个现在的开头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OK。 在竞争的激烈世界当中，成功并不是一件可以容易实现的事，然而透过正确的习惯，我们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成功机会。
那么成功人士到底有哪些习惯呢？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10个成功人士常用的习惯，并且了解他们是如何帮助他们在职场或是生活上取得成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可以作为开头了。那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应该要怎样去写呢 ？OK，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OK， 标题同样的，设定目标并给自己设定明确的工作计划。OK， 然后呢，你下面就写结构，然后下面就写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让他另外一个结构就写完这个重点为什么很重要之后，举一些成功人士的例子 ，OK， 然后再让他应该够了啦 ，OK， 不要写太长。其实你可以让他再写更长一点，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法嘛，这样子。OK， 那我们看一下哈，它有助于专注达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有效的安排时间和精力。OK， 然后他就开始举例子了。这个苹果创办人史蒂夫·贾伯斯或者特斯拉创办人伊隆·马斯克是善于设定目标和制定计划的成功人士。他们不仅限于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也完成了目标设定的具体步骤。OK， 这个我觉得还好而已。那我们可以再问他，可以告诉我具体如何执行吗？这样呢，他就会给你更多的这个具体执行的那个步骤。制定长期目标，首先你要确定长期目标是什么，可以是职业上、个人上，或者是其他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分解你的目标 ，OK， 他讲先长期目标，然后再拆分你的目标，变成中期跟短期的。OK， 所以他就这样帮我们写完了，差不多第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吧。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让他来写第二点 ，OK， 安排优先重要的任务。同样的，我们写标题，为什么结构重要，然后举一些是如何执行这个习惯的。下面你就可以叫他写一篇文章，长文章 ，OK， 这样呢，可能他就会写的比较长一点，就不会像刚刚我提的这些就比较短。Alright， 举个例子来说，像是他又举苹果创始人，是我问错问题吗？重要的任务 ，OK， 所以你看他的答案是会有一些重复的，但是如果你发现它重复的话，你就不要用那一个重复的内容，你可以直接用它没有重复的那个内容。所以他下面有讲到执行这习惯，你要分重要跟这个次要的那个任务。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可以按照这个重要的任务呢放在你的日程表上面的最高优先等级。这样，当你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可供选择时，你就可以专注在达成这些重要的任务。然后我想继续说 ，OK， 然后他也有跟你讲，你要学会拒绝一些任务，这些这样的话才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目标。OK， 然后他还给你提供一些工具，比如这个清单或者是日程表软件来记录你的任务。并且那些任务是重要的，你也可以使用时间管理，例如番茄钟来有效的安排你的时间。所以通常呢，他在写完之后呢，我都会看他内容，如果他内容还蛮不错的，然后我看到一些是可以再延伸下去的，我会再继续问他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他这边有写一些工具优先安排重要的任务，给我提供3个安排任务软件 ，OK， 这样呢，他就会给你提供几个这个软件的建议，这样呢就会让你的内容呢更加的具体。所以你看他不只是提出来那个软件而已，他还会解释一下这个软件它是做什么功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
可以说你看，一个是轻松安排任务，另外一个呢是和团队成员之间互相安排和追踪任务的。然后 Trello 是这一个通过拉扯的方式呢去安排和追踪任务。所以呢，这些都是它的功能都是差不多，但是呢，它们是有一点点区分的，它也会跟你解释。OK， 所以你就在写内容的时候，直接可以跟他讲哦，你可以用这个 To Do List， To Do List 它是可以怎样做，然后 Asana， 然后 Trello 这样子，就简单的解释，就不需要向他解释到长篇阔论这样子。所以你看嘛，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就不断的讲出，我觉得7个应该够了。如果很像刚刚第一个和第二个我示范的，它是有一点重复性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删掉其中一个点，只是讲其中一个就是安排重要的这个任务，然后这一个呢给自己设定目标呢，再用这个长期目标跟短期目标来讲就好了，就这个设定明确的工作计划的里面的内容你就不需要提到。 OK， 所以然后就开始第二点，然后同样的用我这个套路，就是标题然后结构让他写那个长篇的那个文章，这样他就会开始写，然后如果你看到一些内容是你可以延伸的，那你就让他提供几个例子，这样的很快的，其实你的一篇差不多3000个字或者2000个字的文章基本上就完成了，就靠这个 AI 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你就可以放弃你的那个部落格，或者是把它变成那个影片。 OK，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跟大家示范有关于这个 ChatGPT 它的这个强大之处，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重视一下这个 AI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影响。然后我再想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AI， 就是这个做图的那个 AI。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做图的 AI 还是蛮不错的。比如说呢，今天我想要让它画一个狗狗在爬树 ，OK， 狗狗在爬树，然后我可以添加一些画作的那个风格 Cyberpunk 风格 ，OK， 这样呢，它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出来了。OK， 所以如果很像很多人在卖那个艺术品啊，或者是画作，基本上你可以直接用这一个软件，然后呢放去一些艺术的这些网站那边就可以去卖了。所以你看我的这个艺术品好看对吧？这个软件叫做达利，应该叫做达利 ，OK， 它也是同样也是这个 OpenAI 的，大家在谷歌上搜索这个软件就可以了。那我都会把这2个软件的这个连接放在这影片下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所以你看我觉得我的画作还蛮漂亮，还蛮赛博朋克的那个风格的。你可以直接就是下载下来，你看我直接下载下来，没有水印。所以呢，有时候你像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你是做这种艺术的那个创作家啦 ，OK， 然后你想要让他画什么样的油画风格都可以，很像 oil painting，OK， 然后狗狗在爬，我刚刚是写爬山 ，OK， 狗狗和猫 ，OK， 又有狗又有猫，看他能不能画出来。OK，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你看，它就是油画的那个风格，然后有狗跟猫在爬山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看，对于这一个很像你是这个艺术家，或者是你是有做这个油画，或者是你是有做一些很像设计类的，其实对你是有很大的这个冲击的。如果你今天还不了解的话，那其实呢，你可能在几年过后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AI 的这一股力量。好，那么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如何用这个 ChatGPT 的 AI 呢，写出一篇文章，然后是非常高质量的，然后把它变成这个 AI 的那个声音，然后是人声的那个 AI 的声音，同时呢，再透过这人声的 AI 的声音呢，再把它变成一个有非常高质量的这个影片，那基本上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直接开启一个新的这个频道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记得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把这一个影片分享出去，帮我点赞。还有呢，也可以加入我的这个电子报。那我电子报我会附送你一个就是7个短视频、玩转短视频的一些简单的那个教学 PDF 这样子。OK， 如果你有订阅我的电子报的话，那么下一次我在更新的时候呢，你也会收到通知这样。
样子。OK， 那以上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正视有关于这个 AI 的崛起，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